我要边讲 iPhone 15边跟库克一样拜拜。大家好，陈国爹。那我们今天又有一些比较多关于 iPhone 15的一些新消息又出来了。那我这边现在每一支讲这种爆料啊或者消息相关的影片，我前面都必须要加一段现在这一段话，因为那如果你不喜欢这一类爆料影片，或是你不是平常有在追这些爆料消息啊，不太喜欢先听到这一些不会是100%确定正确消息的话，那这支影片可能不适合你，大家就可以先跳过。但如果你是喜欢追这些新消息啊，喜欢这些新的 iPhone 的爆料或新的产品的这些我们所得到的爆料跟消息的话，那这支影片应该就会适合你。那我们就来开始吧。OK， 好，那我们现在讲讲 John Prosser 这边所分享出来的消息，那最后我们再来讲一些我自己得到的有人私下私讯我的一些消息，那大家有兴趣就可以听听看。那首先呢，就是在Twitter 上面有一个爆料达人啊，他叫做魔人普乌，对，就是那个七龙珠里面的魔人普乌。那他现在所爆料的消息，其实也不能说，当然没有任何人的爆料是100%准确，可是他其实在有些消息上面算是有他的准确度。那所以当然也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呢，他现在开始讲出来的爆料会有得到一些关注哦。那我们就来讲他现在讲了什么呢？他说在 iPhone 15上面，上次影片有提到说，15可能会在大致的 Pro Max 系列把它分化出来，变成叫做一个 Ultra， 叫做一个更高阶的 iPhone 15。那到底在这支上面会有什么一些规格上面的差异？那首先他说在内容量的部分，它的起跳会是256GB， 可能也是因为 Ultra 上面会搭配更好的相机，或是配上像是我们先前所期待的 8K 录影，它里面所要搭配的储存容量自然就要大一点。那其实我们现在在 iPhone 14 Pro 系列上面，或者其实现在从13开始也是这样子。那如果你要录制到 4K ProRes 的规格的话，你就一定要买到256以上的机器，因为它档案容量真的占太大。那所以呢，我觉得以 Ultra 这一支来讲，就直接它的入门储存容量就给你256，算是非常的合理。好，那另外他在讲一个很有趣的，就在前面的部分，他说前置镜头可能会有2颗，那这样动态岛是不是就变得越来越大？那我们现在看到，其实你看动态岛上面的这个尺寸，那我们来想啦，我们就先预想这个是真的。动态岛你在平常上锁的时候呢，它其实画面显示的它旁边有多出一块，就是给你这个上锁的标志。它为了平衡，它在这个主镜头的另一边也会把这个像素再向外拉一点，让它看起来是左右至中哦，这样平衡的一个方式。那或许就是在这个主镜头跟这个 Face ID 的模组之间是有办法再加1颗镜头。那这个也是蛮合理。如果因为这样动态岛可能在 Pro Max 或是 Ultra 的机种会稍微宽一点点的话，那也必须要是在这种比较大尺寸手机上面，整个动态岛的占比看起来才不会太大。因为我们知道这次这2支比较起来，真的就是这个动态岛在 Pro 机种上面非常的明显。那其实我们都会说你要有相比较才会感觉得出来，可是毕竟今年是第一次有动态岛在Pro 的机种上面，所以我觉得你不管是从什么机种升上来，只要现在有刘海升上来，已经会觉得动态岛挡到很多你平常观看的这些画面的时候，那这种时候如果你在用 Pro 机种的话，自然这个动态岛就会非常的明显。那我目前有得到很多观众关于这一点抱怨比较多的地方，也刚好他们使用的都是 Pro 机种。所以这个我觉得或许在 Ultra 机种上面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定位。那如果 Ultra 系列像我们今天讲的，它的价格会在向上垫高的话，那这样相对来讲，或许在 Pro 机种上面得到的这一些，大家觉得因为萤幕比较小，动态岛就变比较大，或是电池续航力这等等差别，大家就会比较可以接受。那下个部分呢，他提到就是说，也是在 Ultra 这个机种上面会使用，首先有 USB Type C 啦。那这个每一年我们也听得非常多。那本来是说苹果应该是在明年是最后的底线，一定要换到 Type C， 可是现在好像说，其实确切一定必须要换到 Type C 是在2024年。那苹果会早一年先进行这样的更换呢，还是等到2024年？这个我们就不太确定。可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嘛，如果在 Ultra 机种上面会有更高的录影规格、更大的里面储存容量，就为了支撑它去拍摄这些更专业的格式的话，那很合理的，它可能会先换到 USB Type C， 因为即使它是同样使用 Lightning 的情况下，或许它里面可以升级到USB 3.0， 可是如果苹果是因为要多付这个授权费的话，先前一直卡在这一点，不愿意从 Lightning 换到 USB Type C 的话，那这一次或许就是一次在 Ultra 系列上面整个更换过去，就是也换成 Type C， 然后也换成 3.0 或 3.2 的 USB， 或直接跳到 USB 4.0， 这也是有可能。那这样对这些大档案的传输算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使用方式。那相信苹果自己也是知道这一点，那这也是很多人在诟病说，你叫它 Pro， 你给它 ProRes 的规格，你给它拍 Pro RAW 这么多的大档案，然后你又
不给它一个方便的方式传输。那如果明年换的话，就很明显的苹果了解这一点，那可能现在就只是刚好在清库存或者在做这个方面的拖延而已。OK， 好，那下一个我们就来讲到就是像我得到的一个消息哦，就是有一个观众会有时候会一些私讯我跟我讲一些新的消息啊，那他现在讲的说 iPhone 15全系列都会有动态岛在上面，就是连一般入门的系列都会直接升到有动态岛的这个版本。那这非常合理，因为我们说其实进入到这个动态岛的界面，不管很多 App 开发者啊，我们大家使用的这个使用者界面的习惯都会慢慢转移到变成以动态岛为主的这种使用方式。那这种时候它的全部的机型也都进入这样的设计的话，也是势在必行的。我知道很多人不喜欢动态岛这一点，可我觉得苹果有时候它已经进到这一步的时候，可能就不会那么短时间会转回来，而且不太可能再回到刘海上面。所以这种时候我们可能再来的3、4年、4、5年，我们都要习惯有动态岛在上面。那即使他们有技术把这个动态岛缩得比较小的话，可是我们对于这个动态岛的这个显示方式、使用的界面跟有些 App 在背后运行的时候会在上面显现的这种使用习惯的话，我觉得再来几年可能都会朝这个方向走。那也更有可能的拓宽到其他的机种上面，像我们知道的 iPad Pro 也有可能会在上面看到这个。那这个是不是很合理？我们到时候再来看看。那另外一点，我觉得算是现在听起来比较好的消息啦。可是反正这个就是爆料，大家就听听哈。那依他讲法是说，在明年的 Pro 系列上面会有一个，他的形容是挤爆牙膏的一个方式，就是说把所有最好的规格都一次在那个上面推出来。那这个消息呢，我得到之后呢，其实就跟我们先前讲到的，说明年会有一个算是把最多好的规格跟它的相机，所有它可以放进最好的科技都放在一支更高规的版本的 Ultra 上面，听起来就非常合理。它目前在开发的部分，他说跟先前14系列的模式完全不一样，而且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开发方式。那因为他的讲法，他比较着重是在前面萤幕的部分，所以说在后面的相机啊什么这些部分要怎么去更改，他就没有太确切的这些资料后。可是以他有接触到的部分，现在就是在15的话，至少在最高阶的那个版本会是一个牙膏挤爆的版本。那这一点我就真的还蛮期待。那其实我在先前的影片应该是最近我可能每一年都会讲个1、2次，就是我希望苹果有一台 iPhone 是可能有点不计成本的把他们所有可以放进最高科技的东西都放在里面。那或许这一台会卖比较贵，或许它跟其他的 iPhone 会做一个更大的一个隔阂跟区隔，可是至少让我们这些想要玩一些新科技啊，就是希望苹果有一些不一样的黑科技在上面的这种人来讲，反而会很希望看到说，苹果到底如果我们今天在没有给你那么多成本限制下，你能做到什么程度？那其实如果真的有这样的手机或是这样的科技产品，这样的行动装置出来的话，我们对这种装置也是会非常有兴趣。OK， 那我不知道你们大家对这个是有什么想法？我自己的推断，如果说 Ultra 它会比现在的 Pro Max再贵个1到200块美金的话，你们这样可以接受吗？那我们以现在手表看来，如果说它对比一般的手表 Apple Watch Ultra 对比一般的 Apple Watch， 它的价格价差是大概50%或是更多的情况下，那这样很有可能是1500块美金，将近5万块台币这样左右。而且这个是一个256GB，可能就是起跳就是将近5万块台币这样的话，你们会可以接受吗？那当然我们也知道了，在其他厂牌像是三星，他们也有他们的折叠机，那他们折叠机也是以他们而言是放入最多他们现在可以放进去的科技，折叠萤幕啊，然后隐藏在萤幕下的这个自拍镜头这些等等，所以它也是一台5万多块起跳的手机。那苹果可能相应就也出了一台，可能还不是折叠机，可是有他们最棒的镜头、最棒的萤幕，然后可能真的一个 Pro 等级的处理器的这样的一个机种，那我觉得是蛮值得期待的。OK， 好，那你们大家有什么想法的话，都可以在下面分享。然后希望在我前面讲完那一段话之后，很多看完这个影片的人是对这些爆料新闻啊比较有深刻想要讨论的比较想要有参与的这些观众，大家可以一起在下面留言。OK， 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边，我是苹果爹，我们下次见面见，拜。